在正史中，猛将吕布是如何被杀的？三国时期，英雄辈出，特别是曹操和吕布，一个是雄心壮志的豪杰，一个是武艺超群的猛将。他们之间的最后一场对决，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无比璀璨的篇章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生擒吕布及陈公台英勇赴死。198年，吕布反叛朝廷，派高顺和张辽发兵小沛，再次攻打刘备。刘备抵挡不住，向曹操求援。曹操派夏侯惇前去支援，但依然不是高顺的对手。9月，高顺等人攻破小沛，再次俘虏了刘备的妻儿。刘备前往许县投靠了曹操，曹操便准备亲率大军前去攻打吕布。可很多将领提出质疑，张绣还未剿灭，舍近求远去攻打吕布是兵家大忌。如果攻打吕布期间，张绣和刘表趁机发难，恐怕难以回军啊。这时，荀攸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荀攸，字公达，颍阴巨人，即今天许昌市魏都区人。他是荀彧的堂侄，却比荀彧年长了5岁。通过荀彧的引荐，曹操拜他为汝南太守。有一次，曹操对荀彧和钟繇说道：“荀公达不是平常之人，我若能和他一起商议大事，何愁得不到天下？”自此，荀攸便成为了曹操的军师。荀攸告诉诸将，舍近求远不一定就是兵家大忌。现在张绣必不敢轻举妄动，反而吕布却蠢蠢欲动。他本就是勇猛之人，再与袁术结盟，便可纵横于淮泗之间。久而久之，徐州的豪杰必然依附于他。所以，趁他现在初起叛逆，羽翼未丰，应该趁早图谋。曹操听后深以为然，便采用了荀攸的建议。198年9月，曹操亲率大军向徐州进发，刘备也随同出征。吕布得知后，与陈宫商议。陈宫对他说：“曹操长途奔袭而来，我们应该趁他疲劳之机，立即出城迎击，必能攻无不克。”可吕布却自信满满的说道：“我们应该等曹操的大军渡河之时再行出击，定能把他们通通淹死在泗水之中。”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陈登突然发兵，打破了吕布的计划。陈登的广陵太守之职是曹操封的，他上任后就将广陵郡的治所移到了射阳县，即今天江苏省宝应县。他亲率精兵而来，迅速地包围了下邳城。此时，他的3个弟弟都在下邳城中。吕布得知后，便以他们为筹码，要求陈登撤兵，但被陈登断然拒绝。10月，曹操攻破了彭城，彭城国国相侯协被俘虏。之后，曹操继续率军前行，准备趁胜攻打吕布。大军很快就来到了下邳城下。这时，陈宫再给吕布献计，他说：“曹操率军远征，必不能持久。为今之计，将军你率领骑兵屯驻城外，我率领步兵防守城门。如果曹操攻打将军，我就率领步兵攻其后背；如果曹操攻城，将军便可从城外救援。如此一来，过不了多久，曹操的军粮就会耗尽，到时候我们再发起攻击，曹操必败。”吕布听后大喜，便准备按此计策行事。可吕布的妻子知道后，就对吕布说：“曹操以前对待陈宫就像对待婴儿一样照顾，可陈宫依然背叛曹操，投靠了将军。将军你对待陈宫并未超过曹操，而且陈宫与高顺向来不和，你真的打算丢下全城百姓以及孤儿寡母，孤军出征吗？你是否想过，一旦城中发生变故，将军你还能回得来吗？如果曹操拿下下邳城，我还能成为你的妻子吗？”吕布听完，惊出一身冷汗，立即放弃了陈宫的建议，准备固守城池。他找来部将许嗣和王凯，派他们向袁术求援。然而袁术却说：“吕布连女儿都不肯送来，我还能相信他是诚意结盟吗？”许嗣说道：“将军难道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吗？如果吕布被曹操打败，那么曹操下一个要对付的就是将军你了。”袁术觉得也有道理，最后双方达成共识，只要吕布将女儿送来与袁术的儿子成亲，袁术就出兵相救。吕布无奈，只能用棉布将女儿绑在马上，准备亲自送到城外。然而他刚出城门，曹军便万箭齐发，吕布无法突围，只能退回了城里。就这样，曹操的大军攻不进去，吕布没有援军也攻不出来，双方只能在下邳城下对峙，持续了3个月之久。
此时曹操的军粮吃紧，只能速战速决，于是便准备引水灌城。然而慈襄攻城极为浩大，将士们疲惫不堪，军中便隐隐有了骚动之声，这让曹操非常的担心，便有了撤军的打算。然而荀攸和郭嘉却力荐曹操，他们认为吕布有勇无谋，而且锐气已失，成功虽有智谋，却生性迟缓。现在吕布的士气尚未恢复，成功的计谋尚未定夺，如果趁机发起猛攻，吕布必败。曹操听取了他们的建议，亲自上阵鼓舞士气。1个月之后，终于将泗水引到了下邳城下。吕布站在白门楼上，望着滔滔巨浪，无计可施。随后他便向城下喊道：“你们别再围困我了，我这就到明公的面前自首去。”陈宫听后气得浑身哆嗦，怒骂吕布道：“逆贼曹操，算什么明公？你今日如果降了他，就是以卵投石，你觉得你还能保全自己吗？”吕布只能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府邸。这时吕布手下的将领侯成，由于之前丢失了战马，刚刚又失而复得，其他的将领们便前来祝贺。侯成拿了一些酒肉先给吕布送来，结果被吕布怒骂道：“军中缺粮，我早已颁布了禁酒令，你们竟然还敢饮酒，你们是打算谋杀我吕布吗？”侯成吓得不敢说话，连忙退了出来。回来后他就惶恐不安，担心吕布杀他立威，于是就秘密联系给他祝贺的将领，准备反叛吕布。199年2月7日，侯成联合宋宪和魏续，活捉了陈宫和高顺，之后立即率众出城投降了曹操。吕布得知后，知道大势已去，他站在白门楼上看着曹军的大营，对旁边的侍卫凄凉地说道：“你们把我的脑袋割下来送给曹操吧。”侍卫听后面面相觑，都不敢动。吕布见状，对众人说道：“陈宫和高顺是我的左膀右臂，他们已经不在了，我还怎么和曹操继续争斗？干脆我们也投降了吧。”说完，他率众打开城门，向曹操投降。吕布被绑到曹操面前的时候，看到了曹操身边的刘备，于是他对刘备说：“玄德贤弟是曹公的座上宾，而我现在是曹公的俘虏，绳子绑得实在是太紧了，你就不打算替我说说好话吗？”曹操笑着说：“捆绑恶虎，怎能不绑紧一点呢？”吕布便对曹操说：“曹公既然已经得到了我，以后由我率领骑兵，曹公率领步兵，还愁天下不能安定吗？”曹操听后颇为心动，便准备给他松绑。这时刘备慢悠悠地对曹操说道：“曹公可不要忘了丁原和董卓是怎么死的。”曹操听后一惊，立即改变了主意。吕布大骂刘备：“你这个大耳贼，我们结为了兄弟，你就如此对我吗？”刘备冷笑道：“我倒想问问你这个三姓家奴，当年你被曹公打败，是我好心收留了你，你却2次捉拿我的家眷，你还有脸提结拜兄弟啊？”这时曹操走到了陈宫的面前，对陈宫说：“公台自认智谋过人，现在觉得怎么样呢？”陈宫满脸骄傲，指着吕布说：“如果不是他不听我计谋，你未必能捉得住我。”曹操问道：“你今日就要赴难了，老母亲该如何安排呢？”陈宫回答说：“我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不会杀害别人的亲人，老母亲的存亡决定权在于明公，不在于我。”曹操又问：“那你的妻儿怎么办呢？”陈宫说：“妻儿的存亡也在于明公，如果你没什么可问的，那就请将我处死吧。”说完，他不等曹操的回复，快步走出军帐，等候行刑。曹操流着眼泪为陈宫送行，可陈宫至死也不愿回头看他一眼。最终，陈宫、吕布、高顺全部被杀，首级砍下来送往许县张公，然后下葬。之后，曹操把陈宫的母亲接来，为他养老送终，并给陈宫的女儿安排了出嫁，对待陈宫的家人比当初更加厚重。最后，吕布军中的陈纪及其儿子陈群、袁焕、张辽、臧霸等人全都归顺了曹操，吕布的势力从此彻底消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